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九幽地冥蟒族的总部弥漫着一种紧迫的气氛。今天是天妖皇族要他们交出在九幽黄泉中修炼的彩灵最后一日。心存求和的长老想要将人交出去，但身为族长的妖民态度非常坚决。同为三大族群之一，若是交人，别人只会当他们怕了天妖皇族。即便天妖皇族的族长黄天是一名5星斗圣后期的强者，他也绝不会将人交出去。更何况他相信萧炎一定会来。一道蕴含着强横威压的声音在九幽地冥蟒族每个人耳边响起：3日时限已到，是交人还是开战，可有决定。妖民飞上高空，他告诉黄天，九幽黄泉中修炼的人是萧炎的女人，若是动他，萧炎可不会善罢甘休。黄天眼中闪过一抹嘲讽，萧炎辱他儿子，威胁天妖皇族，更是身怀妖皇之意，他又怎么会在乎萧炎是否会善罢甘休？妖民咬着牙不肯把人交出去，黄天也不再多说废话，直接硬闯九幽黄泉。九幽地冥蟒族的人脸色铁青，黄天的行为简直是当着受辱无数人的面扇他们耳光。妖民眼神一寒，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自己和黄天之间巨大的差距，直接一掌对着黄天怒轰而去。黄天双指随意一弹，一道金光羽毛不仅将妖民的掌锋击碎，还在他坚硬的手掌上留下了一道半寸长的伤口。他出现在妖民面前，袖袍一挥，妖民直接被生生震倒，最后射进一座山峰之中。妖民挣扎着爬起来，充满杀意地喊着：结阵！眼看九幽地冥蟒族结起阵族盘蛇大阵，天妖皇族也开始结起天皇古阵。黄天瞥了一眼前方的巨蛇，身形一动，直奔九幽黄泉而去。妖民想要指挥巨蛇拦住他，却被天妖皇族的巨皇挡了下来。黄天来到九幽黄泉水面上，直接伸出大手，对着下方狠狠一握，想要将彩铃抓出来。一道道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，被拖得无法走开的妖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异常暴怒。他答应萧炎的事，恐怕是无法完成了。黄天望着下方深处一个若隐若现的倩影，再度伸出手掌。就在他想将彩铃从黄泉之底扯出来时，他的手臂一抖，一个足有1000丈庞大的虚影跨空而来。黄泉天怒，恐怖的音波冲击让黄天倒飞而出，在撞毁了数座山峰后，他才狼狈地稳下身。黄天老狗，你找死！萧炎袖袍一挥，下方被黄天强行扯出来的水柱被他再度送入九幽黄泉之中。萧炎的心中杀意升腾，闭关之人最忌讳的便是被强行打扰，这一个不慎，不仅会让修炼之人前功尽弃，还会有性命之危。黄天被萧炎一句老狗骂得脸色铁青。这么多年来，萧炎是第一个敢请天妖皇族长老当做人质的人，而且萧炎还身怀妖皇之意。今日他要用萧炎的性命来告诉所有人，犯天妖皇族忌讳者，不论是谁，杀无赦。萧炎对黄天所说嗤之以鼻，他本不想和天妖皇族结成死敌，所以在抓了他们的少族长和长老后，并未取他们的性命，事后也将他们3人安全地放了回去。但看今天天妖皇族的举动，萧炎发现自己的善意表错了地方。既然善意无法被人接受，那他今天就只能用最野蛮的方法。黄天背后的金色羽翼轻轻一震，近乎瞬移般出现在萧炎面前。他的大手化为一只巨爪，狠狠地朝着萧炎抓去。萧炎施展出黄泉掌和他正面交锋。黄天毕竟是5星斗圣后期的强者，这一交手，萧炎就被震得急退了几步。不过黄天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黄泉掌上掺杂的净莲妖火让他也吃了个亏。天妖皇族以速度见长，黄天将速度施展到极致时，就算是6星斗圣都赶不上他。萧炎最开始被黄天的追击弄得有些微失措和狼狈，但很快他凭借着灵魂感知就将黄天的天皇步看透。萧炎施展出萧族族纹，将气息提升到5星斗圣中期的地步，而后他施展出凝火指，狠狠地点在黄天的拳头上。感受到拳头上传来的钻心剧痛，黄天背后的羽翼快若闪电般削向萧炎。萧炎飞身暴退，手印一变，留在黄天掌心中的晶体手指瞬间化为粉红火浪爆炸开。火浪散去，浑身衣衫被烧毁大半，整条手臂都处于焦黑状态的黄天出现在众人视野中。
萧炎有些惋惜，好不容易逮到黄天托大的机会，竟然没有真正的重创到他。黄天低头打量着自己狼狈的模样，片刻后他怒极反笑。萧炎心中顿时警惕，他能感受到黄天体内斗气的剧烈波动。黄天仰天咆哮，他的身体迅速膨胀，一个足有数千丈庞大的妖皇出现。妖民没想到萧炎竟然将黄天逼到施展出妖皇圣像，化为本体的黄天实力至少提升了3层，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。萧炎脸色有些凝重，这下的确有些棘手，不过他并非束手无策。天境大圆满的灵魂正是这些肉体强悍的魔兽克星。黄天被黄泉天怒正面击中，整个人的速度都迟缓了下来，他身上的羽毛也被生生的掀翻了一些，灵魂更是在音波冲击下出现剧烈的疼痛。黄天的眼睛血红，死咬着牙扛住灵魂中的剧痛，他的双翼再度一震，只要他冲中萧炎的身体，萧炎必会身亡。见黄天如此拼命，萧炎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再度施展出黄泉天怒。黄天的神智有些模糊和疯狂，他艰难地控制着双翼，狠狠一震，可怕的气流疯狂地撕扯着萧炎的身体。萧炎身体表面翻滚的斗气瞬间被震散，但他并没有后退，而是手掌一抬，一朵6色火莲缓缓浮现。就在萧炎准备将火莲甩出时，下方的9幽黄泉中一道9色光柱出现，横插在萧炎和黄天之间。黄天来不及收住巨大的身体，直接狠狠地撞在光柱之上。9彩光柱炸开，一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9彩蛇尾将黄天的身体死死缠住。一条体型比黄天还要大上1份的9彩巨蟒出现，妖民的心中顿时泛起惊涛骇浪。这是只存在于远古传说中的神兽9彩吞天蟒，这等存在从某种方面来说，比他们蛇类魔兽的先祖远古天蛇还要更加强悍。难怪他刚刚感受到了一种来自血脉的威压。黄天庞大的身体被死死地束缚着，他完全不敢相信大陆上竟然还有9彩吞天蟒存在。彩铃逐渐加重缠着他的力道，恐怖的挤压之力将黄天身上金铁般的羽毛生生勒断，骨骼嘎吱嘎吱的声响不断从黄天体内传出。黄天仰天一叫，身体上的羽毛自动竖起，疯狂地砍在巨蟒身体上。巨蟒舌头一晃，它舌嘴下数十道7彩蛇鳞自动掉落，随后蛇鳞摇身一变，化为数十条巨大无比的7彩吞天蟒，它们彼此的蛇尾缠绕，将黄天重重包围。吞天蟒们仰天长鸣，将蛇网猛地缩小，可怕的挤压之力让黄天心生退意。一阵金光暴涌，他庞大的身体在众多目光中化为一道人影。就在黄天以为自己要逃出升天时，巨大的蛇尾狠狠地甩在了他的身上。黄天喷出一口鲜血，他体内的5脏6腑几乎被震得移位，身体更是将地面砸出了一道1000丈左右的沟壑。天妖皇族的强者看向彩铃的目光带着恐惧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解救黄天。巨大的9彩吞天蟒化为人形，露出一张冷艳妖娆祸国殃民的脸。彩铃玉手一招，天空上数十条7彩吞天蟒被他收回身体中。彩铃冰冷的目光在这片天地扫过，最后停在一脸欣喜的萧炎身上。见到彩铃美得惊心动魄的笑容，萧炎心神有些恍惚。彩铃带着一股诱人的香风走进萧炎，他有些郁闷，原本他以为自己这次出关实力能够超越萧炎的。彩铃如今的实力在4星斗圣左右，而先前让黄天都吃不消的一击，则是他借助了外力施展出来的。彩铃露出她宛如羊脂玉般的手腕，一条条7彩颜色的蛇纹露出。萧炎的手指轻轻摩擦着那一条条蛇纹，眼中涌现凝重和震惊。这些蛇纹居然都拥有着生命力，是真正的7彩吞天蟒。9幽黄泉之底隐藏着7彩吞天蟒一族的巢穴，彩铃获得了那些先辈们的传承，其中有些先辈肉体虽然损坏，但灵魂依旧残存。他们被彩铃唤醒后依附在彩铃身体中，刚才彩铃能够和黄天抗衡，也是借助了他们的力量。萧炎手指轻点蛇纹，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听到彩铃有些黯然地说，这些先辈都是残魂，从某种方面来说，他们都是受他驱使。萧炎立马安慰老婆，等以后若是有机会，可以试试能否修复他们的灵魂，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萧炎看向再度挣扎着起飞的黄天，
黄天咳嗽一声，心中闪过一丝慌乱。若是萧炎一人，他并不惧，但现在又多了一个能将他打成重伤的九彩吞天蟒。黄天顿感压力倍增，心头也涌上些许悔意。他的脸色阴晴不定，最后嘶哑着声音说：“这一次，他认栽了。”萧炎眼中寒意涌动，他不会天真的以为一句认栽就可以将此事带过。黄天心中有些苦涩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对上萧炎两人，十有七八是凶多吉少。他的目光闪烁，终于一咬牙问萧炎是不是有些疑惑，自己为何这个时候将他从中州引来。见萧炎脸色一沉，黄天突然一笑，问萧炎是不是和太虚古龙一族的新龙皇关系不错。若他是萧炎，此刻便会立刻赶往虚无空间，不然的话怕是要给那新龙皇收尸了。萧炎脸色彻底阴沉，他猛地抬起手掌，只见他掌心原本存在的龙印逐渐变淡。萧炎手脚顿时冰凉，他一掌撕裂面前的虚空。黄天，今日之事我记住了，若是子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让你用整个天妖皇族来偿命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多多是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